son。从前，从前，在靠近森林的村庄里，住着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。她的奶奶做了一件红色斗篷给她，因为她太喜欢斗篷了，不管去哪里都穿着，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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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她的奶奶住在森林的另一端，她非常喜欢去奶奶家玩。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有一天，住在森林的伐木工人到小红帽家，告诉他们奶奶生病了，你们带点东西去探病吧。因此妈妈准备了药草，让小红帽送去给奶奶。亲爱的小红帽，我帮奶奶准备了药，还有健康食材跟新鲜的蔬菜，请你直接带去奶奶家，不要分心迷路，也不可以贪玩，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哦。好的，妈妈，我也很想念奶奶，请你把东西放在篮子里，我现在就出发。不要忘记告诉奶奶，我们都很爱她。好的，妈妈，我不会忘记的。然后小红帽出发了。啦啦啦啦啦。这是个晴朗的早晨，有好多蝴蝶飞舞。她在去奶奶家的路上，一面唱歌，一面跟蝴蝶们跳舞。鸟儿也在森林里歌唱。她紧紧拿着妈妈准备好装满食物还有药草的篮子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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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路上有好多漂亮的花围绕着小红帽，所以她分心了，忘记妈妈交代的话。她在森林里迷路了。好美的花哦！我要收集一些做成花束，奶奶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在她收集花的时候，她没有发现自己走错路，进到森林深处了。这些花好漂亮，这里的也好漂亮。啊，花好香哦！我好像迷路了。当他试着找回去的路的时候，一只大野狼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小红帽吓得大声尖叫，篮子也掉到地上了。小女孩，你匆匆忙忙要去哪里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真可爱。大家都叫我小红帽。我带了药、一些食物和漂亮的花，要去探望我奶奶。你不用怕我，我不是坏野狼。来，你的篮子掉了，给你。我只是想帮你的忙。事实上，大野狼想要的是篮子里的食物。他想，如果能够得到奶奶家的食物，就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他试着跟小红帽当朋友，骗他，真是狡猾的大野狼。谢谢你的帮忙，你真善良，但是我必须得走了。奶奶现在正在等我，她生病了，我要帮她带这些药和食物过去，不然她不会变好。奶奶家距离很远吗？不远，就在前面了，在松树那里，中间的小房子。好的，你就继续采花吧，小女孩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保重了。知道奶奶家在哪里之后，大野狼走了捷径，很快的就到奶奶家。大野狼敲了门，奶奶在屋子里问外面是谁。是谁呀？是我的乖孙女吗？对，奶奶是我，我带药跟食物来给你了。亲爱的，门开了，你可以进来了。
大野狼开心地进去了。他抓住奶奶，把她锁进柜子里，并找到奶奶的衣柜，穿上她的衣服，戴上她的帽子跟眼镜，躺在床上盖着被子，等待小红帽到来。这时候，小红帽因为找不到路，而开始放声大哭。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为什么不乖乖听妈妈的话？她说要专心走路的。一位在森林里的猎人听到女孩的哭声，找到了她。小女孩，你怎么在哭呢？别哭了。我因为采花迷路了，我奶奶生病，我要赶快把药带给她。自己在森林里走是非常危险的，不要害怕，我会带你找到路的。非常感谢你。那我可以问你吗？有看到大野狼在这附近吗？有，他刚刚跟我在一起，他还问我奶奶家在哪里，然后就跑走消失了。天哪，我们要赶快了，在他伤害你奶奶前阻止他。他们快速赶到奶奶家。当小红帽敲门时，大野狼假装奶奶的声音，问了是谁呀？我亲爱的孙女，我等你好久了，门没关，快进来吧。小红帽没认出大野狼的声音，以为是因为生病的关系。好，现在你安全到奶奶家了。我要回森林继续找大野狼，别忘记，我就在这附近。小红帽进屋后，来到大野狼的床边，问为什么里面这么黑。因为大野狼把窗帘放下来了。小红帽很惊讶，奶奶因为生病，看起来跟平常不太一样。奶奶，你的耳朵变好大。因为要能听清楚你的声音啊。奶奶，你的眼睛变好大。因为要能把你看清楚啊。你的手也变好大。因为要好好抱抱你啊，亲爱的。还有牙齿，为什么牙齿这么尖？因为要吃你带来的食物啊。当小红帽听到它真正的声音，发现这就是森林里遇到的大野狼。救命！救命！猎人还没走远，又折回来。他用大块的木头击中大野狼的头，让小红帽重获自由。猎人绑住大野狼，然后把它带回森林深处。这只坏野狼，终于抓到你了！森林现在终于自由了。猎人还把奶奶从柜子中救了出来。小红帽，你学到教训了，千万别不听妈妈的话，会发生这种事都因为不听话。小红帽还有奶奶跟救了他们一命的猎人一起吃饭。奶奶吃了药之后，慢慢恢复健康。而小红帽在天黑前快跑回家。他再也不敢不听妈妈的话了。Hey guys!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Kondo-san and watch the most popular fairy tales, cartoons, and nursery rhymes. Don't forget to click the bell for notifications.